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最重要和直接的渊源。西方有记载的文学、科技、艺术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。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概念，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。早在公元前365年，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麦诺斯文明，或称克里特文明。它是欧洲最早的古代文明，它是古希腊文明的前驱。它的存在大约从公元前285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450年前。我们对于米诺斯人知之甚少，甚至连这个名字也只是一个现代的称呼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最终为希腊大陆迈锡尼人所入侵和统治。迈锡尼文明是希腊青铜时代晚期的文明，它由普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城而闻名。这一文明的存在因被德国考古学家海德里希·斯里曼对迈锡尼地区始于1876年发掘而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在对克里特岛的诺索斯进行发掘期间，学者们发现了数千块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的粘土泥板。在这些泥板上出现了一种未知的文字。1952年，这种文字最终被破解，人们意识到从前所说的迈锡尼人其实是希腊人，但是没有迈锡尼文献提示我们他们是如何称呼自己的，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由同一个种族或语言群体构成的。部分历史学家认为，包括荷马史诗在内，大多数的古希腊文学和神话历史设定皆为此时期。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开始了呈现出衰败之势，后来多利亚人南迁，宣告了迈锡尼文明的灭亡。这之后的历史时期被古希腊诗人荷马后来记录在自己的诗集《伊利亚特》及《奥德赛》之中，故称为荷马时代，又称为希腊黑暗时代。荷马时期处于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管理向奴隶制度转变的时期，当时的社会实行军事民主制度，管理机构有3个，即军事首领、氏族长老会议和民众大会。军事首领在和平时期权力不大，但是战时却可以统帅整个军队，个人权力很大。氏族长老会议是个常设的管理机构，在讨论部落的重大问题后，转交给民众大会来表决。民众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组成，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对战争、讲和、迁徙等方面具有讨论和决定的权利。但是随着荷马时代的来临，军事首领和氏族贵族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。在荷马时代的后期，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开始出现，古希腊开始向奴隶制迈进。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，古希腊并没有形成庞大统一的奴隶制国家，因此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，古希腊进入了城邦时代。古希腊时期进入了荷马时期晚期后，社会经济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，当时铁器已经广泛运用，因此大量的新耕地被开发出来，粮食、葡萄和橄榄等种植物的面积急剧扩大。种植物的发展导致酿酒、榨油等手工业在希腊显著发展，在地中海各国处于领先地位。荷马时代结束之后，因其繁荣度有类似于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，故称为古风时代。又因记载其社会的情况多见于诗人西里阿德或译赫西俄德，故称为赫西俄德时期。随着经济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出现，古希腊的阶级开始出现分化，并随之诞生了国家，以替代原先的氏族公社。这些国家就是希腊的奴隶制城邦。这些城邦往往是以一个城镇为中心，周围还包括若干个中小城镇和农村。这些城邦面积大多比较小，最大的也不过10000平方公里，最小的甚至小到100平方公里。城邦的人口随着面积的不同，从几千人到几万人或数十万人不等。根据后来的文献记载，当时的希腊先后出现过200多个城邦，其中比较有名的是雅典和斯巴达。各个城邦相互独立，但是战争状态中也通过联盟的方式加强军事力量。这时期希腊虽然没有统一的国家，但是这些城邦基本上拥有相同的语言文字、宗教节日、社会习俗等，并且都自称是希腊人。
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两个城邦，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希腊的霸主。雅典是城邦民主制的典型，而斯巴达是贵族制的典型。公元前8世纪末，斯巴达人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统一了拉科尼亚的城邦。约公元前735年到公元前715年，斯巴达人初步征服了西邻的美塞尼亚，继而于公元前7世纪末镇压了当地的人的大规模起义，在此过程中创立了斯巴达国家。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，斯巴达在向外扩张的同时，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原始公社逐渐解体，逐渐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。公元前8世纪左右，雅典最后一个王被取消，而出现了执政官制度。雅典最初有3个执政官，到公元前683年，雅典又设立了6个司法行政官，负责审判案件。由于少数贵族执政官的寡头政治，此时雅典奉行以农为本、重农轻商的政策，大部分土地掌握在贵族手里。他们通过地方宗教组织，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农民耕种。农民实际上是土地耕种的农奴。雅典的农民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，借了债主的债，若还不清，债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，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农，也被称为六一汉。他们为债主做工，收成5/6给债主，自己留1/6。如果收成不够交纳利息，债主便有权在1年之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儿女变卖为奴。尽管当时有所谓的公民大会，它作为最高的权力机构，有选举执政官的权利，但实际上形同虚设，因为真正的权力机关是贵族会议，而且执政官都是无偿服务，这就导致平民无法竞选，甚至公民大会也不是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，穷人就被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。当时又有一些政治斗争失势的贵族倾向于拉拢平民，壮大自己的实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越来越激烈，他们要求重分国家土地，参与国家政治，这就产生了建主政治。所谓建主，即非法手段夺取权力的专制世袭君主。公元前621年，执政官德拉古整理出了一部完整法典，该法典因限制贵族的违法乱纪而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，但该法极其残酷，规定所有罪行都处于死刑。在这部法律内部，处处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，比如规定自备武装的人才有公民权，官吏由贵族议会选拔改为公民抽签选举，公民选出了一个401人的议事会。这次法典实际上对中等阶级有所让步，他们可以担任中下级官吏，但下层农民则直接被剥夺了公民权。这样的法律自然解决不了社会问题，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，以至于有人说德拉古是用血而不是用墨草拟了法律。公元前594年，梭罗被推选为执政官，授予了立法的权利，于是梭罗开始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。一般认为梭罗的改革较有利于工商阶级，也就是中产阶级的发展，但对于富人和穷人较不利，因此他的改革是一种折中式的改革，并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，但是他的改革长时间无法彻底实施。当时有人劝梭罗当建主，梭罗断然拒绝。不久，梭罗迫于改革压力，只好主动离职。梭罗走后，雅典无主。之后的执政官在任期期满后迟迟不肯卸任，人们察觉他有做建主的意愿，于是联合起来把他废除。但不久之后，梭罗的表弟毕希特拉图又成为建主。公元前560年，毕希特拉图利用授权组建了一支50人的棍棒队，就攻占了雅典卫城，但在4年之后就被驱逐。公元前550年，毕希特拉普2度进入雅典称建主，1年之后，毕希特拉普又被赶走。之后，毕希特拉普广泛结交希腊城邦的权贵，并且自己组建了一支雇佣军，有了武力的后盾。毕希特拉普很快第3次称为建主。毕希特拉普虽然带有建主之名，但损害的却是少数大贵族的利益。毕希特拉普实行减税令，还在乡村设立了巡回
为法庭巩固了建筑的地位。公元前527年，比希特拉不去世，儿子继位，其手段不如父亲，结果在公元前510年，他被斯巴达人与国内反对派推翻，雅典建主政治结束，重新恢复了贵族政治。但是雅典人民不愿意，于是在克里斯提宁的号召下，贵族政权被推翻。公元前508年，克里斯提宁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行政单位，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力。雅典在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，民主政治走向了高峰，成为可以与斯巴达匹敌的城邦。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预示着古风时代之结束。